我是名震京华的头牌花魁，居然穿成了现代臭名昭著的黑料小花，还被塞进一档明星恋爱综艺，用来衬托其他女嘉宾的魅力。哈，不就是从女人堆里脱颖而出吗？身为花中魁首，我可是专业的。欺人太甚，这档综艺绝不能接。我被一道拍桌子的声音猛然震醒。奇怪，方才我还作为花魁之首骑马游街，享受万人簇拥，一转眼居然坐在一个装潢奇怪的房间里，眼前有一男一女。男的坐在桌案后的皮质靠椅上，桌上的名牌写着3个字：总经理。女的站在他面前，拍案愤然道：节目组摆明了是想让季兰充当小丑，去捧他们公司新签的国民闺女和国民女神。我作为季兰的经纪人，不能这么消耗艺人。他的声音振聋发聩，让我的头一阵发疼。疼痛中，原身的记忆一股脑向我袭来。原身名叫季兰，和我的花名季兰兰很像，但她是个智商、情商双低的貌美花瓶。凭着一张脸拍戏出道，却因为多次在公开场合的奇葩发言到处招黑，在最想让她滚出娱乐圈的女明星榜单中高居榜首，甩出第2名一大截。但原身本质善良单纯，经纪人一直很照顾她，可这也无法疗愈她被黑的痛苦，屡屡在心中祈求，想要结束这一切。于是我来了，我是冠盖满京华的头牌花魁，放在这个时代就是首屈一指的娱乐圈顶流。混圈，我是专业的。理顺了这些信息后，我抬起头，打断经纪人的滔滔不绝：妈妈，不用替女儿担心，这档综艺我接了。经纪人愣住了：你叫我啥？我眨眨眼：妈妈呀，在叫方思，管理我们的老鸨，我们都称作妈妈。这位经纪人是管艺人的，应该也叫妈妈吧？有问题吗？从他的表情来看，应该是有问题。桌案后的总经理轻笑一声：你这经纪人当得不亏，还无痛当妈了。经纪人不在意地挥了挥手：当妈就当妈吧。但是季兰，我问你，你想清楚了吗？你要接的这档综艺可是个明星恋爱综艺，3男3女同住一周，摄像头24小时对着你，会充分暴露你智商和情商的短板。你应付得过来吗？摄像头是什么东西？我努力在原身的记忆中搜寻，找到了几个黑匣子，感觉没什么可怕的。我没轻易再叫她妈妈，只给了一个淡定的微笑。放心，不就是做出戏吗？我有分寸，我的花魁生涯就是10几年如一日的做戏，做戏早已融入到我的骨血中。桌案后的总经理满意的点点头，这才对嘛。季兰本来黑料就多，也不在乎多这一次。而且这回的3位男嘉宾都是重磅级人物，影帝、歌王、顶流鲜肉，绝对的顶级配置。要不是节目组想找个丑角衬托另外2位女嘉宾，这种好事哪能落到季兰头上？早就被一群小花抢破头了。他说着还安慰我：季兰，放宽心，黑红也是红嘛，总比默默无闻好。我点点头，听明白了。这个时代不光有女花魁，还有男花魁。把男女花魁聚在一起造声势，最好再传出几段风流韵事，可以大大提高知名度。这都是我们以前玩剩下的。就像每次花魁选拔前，都会传出哪位娘子被王侯贵胄看上，从此身价大涨。这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叫炒作，也没什么新鲜玩意儿嘛。经纪人还是不放心，季兰，你如果真要去，得格外小心吕桂桂。她对外营销情商高，特别擅长捧一踩一，这次肯定想踩着你上去。我勾唇一笑，脸上浮出一抹冷色。雕虫小技，不足为惧。我季兰兰曾是礼部尚书家嫡女，诗词歌赋样样精通，后来被抄家，作为最臣女眷没入教方思，历经千难，成为头牌花魁。人生的大起大落，我早已经历，无论身在何处，我都能闯出一片自己的天。这次也不会例外。我花了一些时间来了解这个时代，不得不说，这的确是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我观察着经纪人使用智能手机的样子，摸索了很久，才掌握了基本用法。一个叫微博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点开热搜，赫然看见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一，标题刺眼：季兰滚出相爱的信号，相爱的信号就是我参加的那档恋爱综艺。下面的评论全是骂我的。靠，这个脑残女怎么也来了，侮辱我的眼睛。吕桂桂是国民闺女，沈淡怡是国民女神，季兰算什么东西？国民笑话。桂桂情商高，淡怡智商高，季兰一个情商智商双低的傻缺，凭什么跟2位美女同框？各种谩骂声扑面而来，要多难听有多难听。但这对我而言并不陌生。我所在的那个时代，人分贵贱，叫方思的花魁，哪怕再风光，也只是贱籍。我深知经得起多大的赞美，就要承受得住多大的诋毁。他人的评价不过是风过耳，不必放心上。经纪人见我全程面色平静，目光变得有些奇怪。季兰，你今天看到这些评论，怎么不激动了？我淡定地把手机放进包里，不以预喜，不以悔怒。这是我们混圈的基本素养。经纪人奇怪的目光瞬间变得惊讶。季兰，你居然完整地说对了一句诗词，还用得恰到好处。他激动得眼冒泪花，太不容易了。
这么多年，你背诗不是背错，就是用差了地方，因此多了多少黑料？很好，保持刚刚那种状态，就算咱们恋综拿不下男人，也少招点黑。那可不行！我抬眸一撩，眼波流转。我的目标是全部拿下。我收拾好行囊，前往录制现场。是一栋位于郊外的3层别墅。节目组通知我，上午11点抵达别墅。我掐着点准时进屋，一看，其他人都到齐了。我一出现，摄像机上方的弹幕就疯狂刷新。我靠，这居然是季兰！我怎么感觉她长变了，竟然多了一种古典的气质？妆造而已，脑残还是脑残，要不然怎么会迟到2个小时？其他人上午9点就到了，他是这里面咖位最小的，居然还敢故意压轴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他迟到也好，第一印象最重要。现在歌王和小鲜肉2个人明显都对桂桂有意思，沈淡怡和影帝也互有好感。他来晚了正好，给帅哥美女们多腾点时间培养感情。区2个小时，局势尚且未定。我正想开口解释迟到一事，吕桂桂却凑了过来。兰兰，你今天真是太漂亮了，在家精心装扮了很久吧？看来你对咱们的3位男嘉宾真的很重视哦。他俏皮的挤挤眼，一副可爱的样子。这话明面上是夸我漂亮，实则是暗讽我想要以色诱人才会姗姗来迟。我当即轻笑一声，轻巧地避开了蛇锋。别说是我精心装扮，便是素面朝天而来，也得是这个时辰。原是我和各位被告知的时辰不同，才晚来一步。此话一出，弹幕立刻炸开了锅。季兰今天说话怎么感觉很有文化的样子？对，有种夹杂着古风的韵味。她一个脑残女，附庸风雅而已，一会儿就得现原形。节目组是故意安排她迟到的，安排得好啊，让她消失就更好了。季兰的黑料实在深入人心，无论说什么，网友都当是装腔作势。我转头当没看见。偏偏吕桂桂还不依不饶，一副为我主持公道的样子。兰兰，你比我们晚来，大家认识你的时间也少了许多。不如这样，我们给兰兰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吧。我记得兰兰会弹古筝，之前还准备上晚会表演来着。刚好别墅里就有台古筝，兰兰，你给直播的观众们表演一曲怎么样？弹幕又刷开了，我不想听脑残女弹古筝，肯定巨难听。桂桂好善良啊，看季兰晚来镜头少，还为她争取镜头，善良？这可未必。原声的古筝弹得实在是惨不忍睹。他的确曾想上晚会表演古筝，但练了几个月，还是五音不全，只能放弃。吕桂桂必定是知道这点，故意想让我出丑。但很可惜，我可是被誉为争坛圣手的精华第一花魁，那便献丑了。我未在推辞，坐在筝前那一刻，似乎回到了宫廷月楼之上，手指轻拨冰弦，筝音缓缓若书风，急急如骤雨，勾勒出幽咽泉流的离愁，又转为慷慨激昂的斗志。待曲结束，众人还久久未回过神来。歌王李显率先回过神来，啪啪啪地把手掌拍得透红，弹得好，特别的好。兰兰，你练筝多久了？我颔首微礼，习筝10余载，见笑了。李显眸中尽是欣赏之意。那你之前也太低调了，有这样好的筝技，也不显山露水。吕桂桂没能让我出丑，脸色有些尴尬。她干笑着插嘴：兰兰，你怎么可能学了10多年？不就是之前为了上晚会才恶补了几个月吗？我还没开口，歌王已出声反驳：不可能，这样好的筝技，普通人学一辈子都达不到。兰兰10多年能练成这种程度，已经是登峰造极了。歌王的一锤定音，让沉寂已久的弹幕终于反应过来，我没听错吧？歌王叫季兰为兰兰，太亲热了吧？岂止称呼变了，你看眼神也变了。歌王有绝对音感，他说季兰的筝技登峰造极，那应该是真的很厉害了。有一说一，虽然我不懂音乐，但刚才季兰弹的那一段真陷进去了。我也是，他弹筝时的神态和气场真的太不一样了，我居然有一种为他着迷的感觉。我是不是疯了？疯的不止你一个，可恶，我的魂刚刚竟然被这个女人勾走了。弹幕兀自热闹，歌王眼中的灼热毫不掩饰，起身大步朝我走来。兰兰，真的很可惜没有早点认识你，正式介绍一下吧，我叫李显，未来1周请多多指教。这神情，这语调，我熟得很。过去那些追在我身后跑的王侯贵胄都这副模样，那我也走个流程吧。我眼波流转，闪出万种风情，伸出纤纤如柔仪的手，冲他盈盈一笑。眼下认识也不晚。有歌王起头，其他人也纷纷站起来跟我打招呼。男嘉宾一共有3位，除了歌王李显，还有影帝方以琛和顶流小鲜肉范逸坤。女嘉宾也是3位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吕桂桂和沈淡怡。吕桂桂被称为国民闺女，以情商高为营销点，擅长拉踩，也是节目组背后金主的力捧对象。沈淡怡被称为国民女神，无论从长相还是性格上，都是个人淡如菊的美人。经纪人再三叮嘱我，沈淡怡没有什么攻击性，但一定要防着吕桂桂搞事。互相介绍以后，节目组给我们提供了统一午餐。
并且告诉我们每日的午餐由节目组负责，但是晚餐需要嘉宾自己分组准备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分组的话，谁和谁一组呢？吕桂桂为了展示自己活泼开朗的形象，第一个表示我可以做今晚的晚餐，你们谁跟我一组呀？她的目光在3个男嘉宾身上扫过，弹幕展开了激烈讨论，这下好看了。歌王和小鲜肉都对桂桂有意思，到底谁能抢到跟桂桂一起做饭的机会呢？拉倒吧！你看刚刚歌王看季兰的眼神，明显他对季兰更有意思。求求歌王不要被脑残女一时的炫技迷惑，我们桂桂值得所有人都疼爱，想看歌王和小鲜肉一起抢桂桂。如果歌王和小鲜肉都想跟桂桂一起做饭的话，桂桂会选谁呢？我感觉桂桂更倾心于歌王。果真，吕桂桂期待地看着歌王李显，然而李显却无动于衷，转而向我发出了邀请。兰兰，那我们明天一起做晚饭，可以吗？我嘴角噙着笑，毫不扭捏道：好。过去我的客人都是王公贵族，对于他们不过分的要求，我通常会给点甜头。李显开心了，吕桂桂却蹙了蹙眉头。小鲜肉范一坤见状，立刻举手道：桂桂，那我跟你一起做今天的晚饭吧。吕桂桂点了点头，也算有个台阶。于是剩下的沈淡宜和影帝方以琛自然凑到了一起。他俩的经纪公司本来就有意炒 CP， 因为影帝走的是老干部人设，和沈淡宜人淡如菊的形象非常搭，说不定能带出一大批 CP 粉。分组完毕后，吕桂桂就和小鲜肉去准备晚餐的食材了。其他人在客厅的沙发上闲聊，他们聊的东西有很多现代网络词汇，我有些费解。再加上原声黑料太多，多说多错，所以我尽量不插嘴，先充当倾听的角色。但这么干坐着也不行，我见桌上有一套茶具，便顺手沏起了茶。在教坊司混久了，各式各样的人我都见过，听他们聊几句，便知道每个人品性如何，结果8、9不离10。歌王像个热心大哥，很照顾我，见我话少，时不时给我递话。沈淡宜的性格则是由内而外的恬静温婉。当然，在娱乐圈混的人必然也有向上爬的野心，只是他对自己足够自信，不屑于搞小动作。影帝是个老干部人设，自从我开始沏茶，他的话就少了，转而紧紧盯着我的动作。我如若未决，点汤、滤乳、蓄水、温杯，丝丝入扣地行毕茶道，才将盛茶的瓷盏一一放置在3人面前。你会茶道？影帝方以琛讶异地看着我。我只道略懂一点。沈淡宜笑道：以琛最爱的就是品茶了，对茶道很有研究的。弹幕瞬间被 CP 粉占领，啊，太好磕了！淡宜对影帝的喜好那么了解，他肯定是爱他的。请沈淡宜和方以琛原地结婚，锁死谢谢。方以琛压根没管飞速刷新的弹幕，他小心翼翼地端起这盏青碧茶水，望向我说：你的手法跟我以前看过的茶道似乎不太一样。我轻笑：这是古法秘制，尝尝吧。茶道是我们身在教坊司的基本素养，而我身为花魁，茶道自然是上乘。方以琛深深嗅了嗅馥郁的茶香，神色舒展开来，又低头品了一口，他的眼中瞬间迸发出惊艳的光。好香的茶！方以琛像是难以置信似的，迫不及待地又品了一口，喜色难掩道：好茶呀！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好喝的茶。我抿唇一笑，并不意外。茶道之所以为道，就在于其中蕴含着无穷奥妙，任何一个步骤稍有差池，就不再是那个味儿了。这个时代太过浮躁，古法秘制的茶道传承至今，终归失了当年的神韵。就算是在过去，要喝一口我亲手沏出的茶，也得1掷千金才行。李显和沈淡宜见状，也端起瓷盏细细品尝。沈淡宜喝了一口，心旷神怡道：虽然我不懂茶，但真的很香，很好喝。李显凝视我的目光更专注了。兰兰，你真的是个宝藏女孩，你还有多少技能是我不知道的？他语中宠溺的意味过于明显，弹幕一时炸开了锅。完了完了，歌王已经陷进去了。岂止歌王，影帝最爱的就是茶，季兰这一手简直是撞到了他的心巴上。我靠，你们看影帝那沉迷的眼神，不会真的对季兰有意思了吧？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要淡宜和影帝锁死。越是这种众人吹捧的时刻，越不可飘飘然。我并未多话，只默默再给他们斟上一盏。但方以琛显然已经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季兰，你是在哪里学的茶道？如果只是为了演戏，应该不用学到这么专业的程度吧？提起教我茶道的恩师，我不由变得恭敬。我师从陆羽先生，他一生是茶，精于茶道，我不过学到了他的皮毛而已。方以琛惊讶道：陆羽，这妖巧，居然跟唐朝那位茶学家一个名字。沈淡宜好奇地问：唐朝也有茶学家？论起茶，方以琛脸上的兴奋挡也挡不住。当然，陆羽先生被誉为茶仙，尊为茶圣，祀为茶神，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就是他写的。歌王李显闻言，不忘对我是好，这么厉害。兰兰的老师跟唐朝这位茶学家同名，那也一定很厉害了。我笑而不语。咱就是说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的老师就是唐朝那位陆羽？老师在世时已经被诗人称作茶仙、茶圣，只是还没写成那部茶经。没想到他在后世竟会有这样大的名头。
要是有机会回到过去，我得把这事儿告诉老师，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方以琛还在对我的茶道赞口不绝。就在这时，准备晚餐的两人回来了。开饭啦！吕桂桂手里拿着锅铲，活泼地蹦过来通知大家。小鲜肉跟在后面，宠溺地叫住她：“傻丫头，光顾着叫大家，你脸上还沾着东西呢。”吕桂桂乖乖站着，露出一丝懵懂的神情。小鲜肉轻身靠近，从吕桂桂的脸颊上拿下一粒芝麻。如此明目张胆的暧昧，弹幕集体尖叫。桂桂和小鲜肉一起做了晚餐以后，感情突飞猛进呀！作死作死！歌王看到桂桂和小鲜肉那么亲密，怎么不吃醋呀？刚开始他明明对桂桂有好感，这还不明显吗？歌王现在的心都飞到季兰那里去了，压根看不到别人了。有一说一，今天我真的对季兰改观了，觉得她很有魅力。我也是。黑转路人了，甚至隐隐有转粉的趋势。就在弹幕刷新的当口，我们已走到餐桌边。餐桌两侧各坐3人，谁和谁挨着坐也是有讲究的。作为花魁，我当然要压轴出场了。于是我故意落在最后，不过歌王早已为我拉开了他旁边的椅子，邀我落座。我坐在了歌王和影帝中间，影帝对面是沈淡怡，眼神交流很方便。而沈淡怡旁边是紧挨着坐的小鲜肉和吕桂桂。吕桂桂还特意选择坐在歌王的正对面，她一边和旁边的小鲜肉互相夹菜，一边还关心地问歌王喜不喜欢吃，显然还没放弃捆绑歌王。但歌王却只顾着跟我说话，对吕桂桂十分敷衍。看似简单的晚餐排位，基本奠定了晚上的投信情况。是的，节目组要求，在1周的录制时间里，我们需要在第1、3、5、7天写信投入信箱，给那个最让自己心动的人。第1天晚上，我投给了歌王，毕竟他是对我表达好感最明确的一位。毫无疑问，我也收到了来自他的信。兰兰，原本是来应付通告，没想到第1天就认定了你。未来的6天，你是我唯一想发生故事的人。我看着信只笑了笑。发生故事没问题，但唯一不行。毕竟我的目标是全部拿下。第2天，吕桂桂显然兴致不高。她来参加这档节目，本来是打着团宠人设的主意，打算先把我拉踩下去，然后节目的看点就会集中在歌王和顶流为她争风吃醋上面。结果拉踩没拉踩成，还没收到歌王的来信。白天坐在客厅里，看见我都懒得打招呼。直到其他人陆陆续续下楼，她才又恢复了活泼可爱的样子。你们口渴吗？我给你们倒杯茶。吕桂桂为了表现自己贴心的形象，拿着开水就准备往茶里冲。影帝方以琛立刻阻止：“你别动！”吕桂桂悬在半空中的手僵住，方以琛却将茶具整整齐齐地摆在我面前，有点期待，又有点不好意思地问：“季兰，能不能麻烦你再沏一次茶呢？昨天喝完你的茶以后，那香味一直绕在我的舌尖，好馋啊！”我会心一笑：“坐吧。”方以琛连忙拿了个蒲团，乖巧地坐在我身边。吕桂桂的脸色难看了2分。他憋着口坏气，等看到沈淡怡下楼时，故意尖着嗓子挑拨：“兰兰呀，你和以琛，一个懂茶道，一个爱喝茶，感觉好配哦。”楼梯上的沈淡怡愣了愣，吕桂桂假装没看到他，继续添油加醋：“你们俩怎么没早点认识呢？说不定早就因为茶在一起了，也用不着参加这个恋综了呀。”说着，他还天真无辜地眨眨眼。沈淡怡的嘴唇更白了，她的尊严不允许她再加入到我们之中，直接掠过客厅，去了别墅外面。弹幕一片哀嚎。淡怡宝贝明显伤心了，吕桂桂怎么说话也不看看场合呀？本来是为了桂桂看这档恋综，但现在有点粉转黑了。吕桂桂还一直营销情商高呢，就这情商，怎么被人打死的都不知道。呜呜，淡怡自己走了，影帝你快去追回来呀！追呀！按理来说，沈淡怡作为方以琛的 CP， 她是该追出去的。然而，现在方以琛的全副心神都集中在我手中的茶具上，压根没注意到沈淡怡。我有点担心。方才沈淡怡下楼时，唇色和脸色都不太对，身体应该不太舒服。外面日头正毒，她这么出去，怕是会更难受。正好这时，茶也沏好了，我斟上茶，匆匆说了句我还有点事，便借口离开了。我在别墅外的花房找到了沈淡怡，她斜躺在花房的沙发上，闭眼紧皱着眉头，很难受的样子。看情况，应该是中暑了。过去在教方司，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些粗浅的医学知识。望闻问切虽然跟医师没法比，但也要一知半解，这样才好在客人难受时为其排忧解难。不舒服吗？我坐到了沈淡怡的身边。没事，就是有一点头晕。不愧是人淡如菊的国民女神，虽然刚才听到吕桂桂的话不开心，跟我相处时依然心平气和。桌子上有她喝了一半的矿泉水，水分应该补充够了。应该是中暑，我帮你按按吧。我伸出手替她按摩头上的穴位。沈淡怡最初抗拒着想要起来，但没按几下，她就安静下来。紧皱的眉头逐渐舒缓。好点了吗？我轻声问。我的手指分别按过他的太阳穴、印堂穴以及人中穴，位置精准，力道合适。这是无数次学习和训练的成果。
没多久，沈淡怡的面色就缓和下来，好多了，头没有那么痛，也不晕了。沈淡怡真诚地看着我，谢谢你。兰兰和美人说话，当真如沐春风。来，躺一个你舒服的姿势，我再帮你按按。我说，这回沈淡怡很配合，微微挪了挪身体，躺在了我的大腿上。这个姿势，我帮她按摩，的确很顺手。我感觉你跟网上传言的不太一样。沈淡怡一边躺着，一边跟我聊天。之前我也看过你的一些采访片段，感觉好像……她停住了，似乎在斟酌用词。我替她补充，好像智商、情商都很低是吧？她有些不好意思，那是我的偏见。我笑了笑，人嘛，总会有变化的。谁能一开始做到八面玲珑呢？还不是摔大够了，慢慢练出来的。你能养成如今淡然的性子，以前肯定也没少经历事儿，凡事才能看得开。沈淡怡舒了口气，说得真好，兰兰，我为我以前的偏见向你道歉。我们你一言我一语，放松惬意地聊着天，丝毫没有注意到弹幕正飞速滚动。怎么办？两个美女好好磕，什么影帝、歌王、小鲜肉，男人统统退散。这是什么邪门 CP？ 一个恋综节目，我居然磕出了百合。我也要向季兰道歉。以前我对她抱有偏见，但从今天起，她就是我嫡姐。呜呜呜！我也好想躺在季兰姐姐的腿上，姐姐给我按摩吧。就在弹幕讨论正激烈的时候，其他人也找来了花房。淡怡、兰兰，你们俩在这儿做什么呢？见你们好久没回去，大家怪担心的。吕桂桂率先表示关切，想要立住活泼善良的形象。沈淡怡从我的腿上坐起身，解释道：“刚刚我有点中暑，季兰给我做了按摩，现在舒服多了。”说起来，季兰很会中医那一套手法呢，我感觉头上的经络都被她疏通了，现在一身清爽。歌王李显闻言好奇：“这么神奇吗？”兰兰，我最近也总觉得头脑发沉，你可以帮我也按按吗？弹幕立刻开始刷屏啊！按摩，这也太暧昧了吧！我同意这门亲事。歌王也想要躺在姐姐的大腿上吗？这画面想想就刺激。而面对李显这样的邀请，我却是摇了摇头。头脑发沉有很多种原因，不是每一种都能通过按摩解决的。你不如先去医馆看看，再对症下药。我很清楚，当众帮他按摩意味着什么。这样的举动过于亲密，与形象无异。更何况眼下局势未明，这要是按了，我还怎么搞定其他人？吕桂桂却似乎想不清其中利弊，看到李显被我拒绝后失落的神情，她居然冲了出来。显哥，不就是按摩吗？我也学过的。我上部戏演的就是个盲人按摩女孩呢。要不然我来帮你按吧。李显的脸色顿时变得一言难尽。同步变得一言难尽的还有围观的弹幕，无语了。吕桂桂脑子是不是有病？人家歌王让季兰按摩是为了增进感情，她跳出来干啥？我怎么觉得吕桂桂有一种在刻意争宠的感觉呢？哎，吕桂桂呀，你怎么看不到身后小鲜肉伤心的表情呢？你这样会失去他的。直到李显出声，这份讨论才暂告段落。我刚想起今天该我和兰兰准备晚饭了。兰兰，快走吧，不然大家今晚没得吃了。说着，李显就冲我招招手，逃跑似的带着我离开了花房。吕桂桂的表情变得更难看了。不过这显然不在李显的关心范围之内，他兴致勃勃地带我到了厨房，准备一展厨艺。但问题是，我压根不会做饭。被抄家前，我是礼部尚书家的嫡女，十指不沾阳水。入教方司后，吃食都有侍女准备，也无需我下厨。我刚准备告诉李显不会做饭的事实，没想到他抢先一步把我带到餐桌边坐着。你就别动手了，你的手只是用来弹筝的，不用沾这些。我略略放下了心，但总归不好干坐着。那我就在旁边陪你聊聊天吧。李显露出了满足的笑容，他拿起围裙套上，背朝着我，我顺手就替他系上围裙。弹幕疯狂滚动啊！他替他系围裙了，四舍五入等于他们牵手了。我错了，我之前还站歌王和吕桂桂，说我有眼不识泰山了。作死作死，连夜把民政局给你们搬过来。然而没想到，这围裙刚系到一半，影帝方以琛来了。撞见这一场面，他的脸色僵了僵，然后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举动。他故意从我和李显中间走过，隔开了我们俩，去冰箱拿块西瓜。拿了还不算完，又向我和李显发出邀请。我今天上午出去买的瓜，你们一起来点。李显脸上没什么表情，都快吃晚饭了，我不吃了。这倒也是，不然一会儿吃不下和兰兰做菜了。方以琛又将瓜放回冰箱，若无其事的再次从我和李显中间走过，离开了。弹幕里的吃瓜群众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劲爆场面。完了完了，影帝也开始叫季兰为兰兰了，之前他明明都是连名带姓称呼的。天哪，我没看错吧？影帝居然故意把歌王和季兰隔开，这是什么修罗场名场面？影帝和淡怡的 CP 难道就此崩塌了吗？本 CP 粉不服，你们没人发现吗？之前歌王说要季兰帮忙按摩的时候，影帝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难看，都快忘了表情管理。
看来影帝也对季兰有意思，有了这么个小插曲，李显如沐春风的心情显然受到了影响。等到晚上就餐时，大家的座位照样保持昨天的格局，但不同的是，方以琛一直对我嘘寒问暖，还不停给我夹菜。李显有了深深的危机感，我却是应对的游刃有余。别说是2个，就算再来10个，我也丝毫不许。这一天过去，我们6人的情感关系有了不少变化，但因为偶数天不用投信，这份变化并没有很快体现。转变发生在第3天，这天李显和沈淡怡有通告要出去跑。小鲜肉范一坤为了定下吕桂桂的心，单独邀约他外出游玩。别墅里只剩下我和方以琛，方以琛又邀请我为他沏茶，我应了。他细细品味着浓郁的茶香，一杯饮完，回味无穷道：哎，一想到节目结束以后就没有这样好的茶喝，真希望这档节目永远不要结束啊。他说着抬头看我，眸中带着些意味深长的味道。这话我熟啊，过去来我这儿的客人10个有9个都会表达舍不得，但我是花魁，又岂是他们能够轻易见到的？即便如此，饼还是要画够，得让每个人都认为我对他很不一般，才能让他们得到内心的满足。对待方以琛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我低垂眼眸，在抬起时，眸中已流连着万般不舍。茶只有给懂的人喝才有意义。我沏过不少茶，但唯有以琛你能品出其中深味。你不希望节目结束，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他惊喜地看着我，默默深情在我们的眼神中流动。弹幕的观众都看懵了，这个算是表白吗？怎么办？我觉得季兰和歌王、影帝、沈淡怡都可以组 CP， 他们4个可以一起生活吗？歌王就出去跑了个通告，回来老婆被抢了，哭晕在厕所。当天晚上，我的信头给了方以琛。虽然李显也对我不错，但没办法，我得雨露均沾呀。与此同时，我收到了2封信，来自李显和方以琛。我微笑收下，一切如我所料。我和吕桂桂不一样，虽然同是脚踏2只船，他明明默认已经和小鲜肉绑定，还厚着脸皮讨好不搭理他的歌王，自然风评不佳。但我从不主动谄媚讨好，只是充分展示自己，等着鱼上钩。因此，众人反而认为我是百搭体质。对我来说，闯荡娱乐圈和当花魁一样，都是一种事业。搞事业就是要让大众看到我更多的可能性，赢得更多人的青睐。从人人喊滚的黑料小花翻盘为众星拱月的恋综团宠，还有比这更有意思的是吗？次日，方以琛兴致高昂的早起，给我做了份营养早餐。李显顶着略微发青的眼圈起来，见我正和方以琛有说有笑的吃早餐，更加失落。这一切都被吕桂桂看在眼里，他大概已经猜到我昨晚的信头给了方以琛。显哥，你是不是昨晚没睡好呀？眼圈都发青了，吕桂桂主动上前关心。小鲜肉今天在外面跑通告，他大概是觉得他和鲜肉已经2次互投，捆绑基本稳了，还可以再冲一冲歌王。见我和方以琛有了苗头，便立马对歌王发起攻势。我记得你以前说心情不好，不如听听歌。我看见别墅里有一个影音室，我们不如去那里放松放松。算了，李显刚说了2个字，却听沈淡怡好奇道：影音室？我还没注意到这个地方，一起去看看吧。沈淡怡如今的心态已经彻底放平，昨晚的投信，她依然投给了自己。复言，爱自己是一切美好的开始，这不由得让我更加欣赏她。而眼下，沈淡怡既然开了口，李显也没有再拒绝，他只是转过头看向我和方以琛：兰兰，你们要不要也一起？于是，我们剩下的所有人都挤进了那个小小的影音室。这显然不符合吕桂桂的预期，但反正小鲜肉不在，也耽误不了他向李显献殷勤。他自己先高歌一曲，带起了气氛，又挤到李显身边，鼓动他唱一首，让大家饱饱耳福。李显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唱了首悲伤情歌。曲毕，吕桂桂眼中蕴满泪水：显哥，唱得太好了，太感人了，我好久都没有听到这样让人心碎的歌声了。边说，还边娇弱地往李显怀里倒。绝美的眼泪蹭在李显的肩膀上，李显吓得慌忙站起身，向我发出求助的目光。我浅笑着换到李显的位置，接住吕桂桂摇摇欲坠的身体，安抚道：桂桂真是性情中人，想必是回忆起了某段伤情的往事。想哭就哭吧，姐姐在这儿呢，肩膀借你。吕桂桂大约不想靠着我，但演到这个份上，只好继续在我怀里哭唧唧了一会儿，却没有注意到小鲜肉范一坤站在影音室门口，早已将刚刚那一幕尽收眼底。整篇弹幕全是心疼小鲜肉的，小鲜肉通告取消了，本来兴冲冲跑回来找桂桂，结果看到桂桂往歌王怀里蹭，肯定心都碎了。放手吧，范一坤，你可是顶流哎，没必要受这个气。本来很喜欢吕桂桂的，看了这档综艺，彻底粉转黑。弹幕之外，我安慰着吕桂桂，抬起头，正巧与范一坤的目光对上，本想招呼他进来，却见他神色黯然，丢掉了手里那个精致的小盒子，转身离开。
是夜，范一坤独自待在别墅外的花园里，孤独地晃着秋千。今天在影音室嚎了大半天，其他人都累了，早早洗漱休息。我不会唱那些现代的歌曲，只跟着哼哼，眼下反倒是最精神的一个。在想什么呢？我走到范一坤身边，轻声问。范一坤看了我一眼，又目视前方，发呆，思考自己来这儿的意义。我从包里摸出个精致的小盒子，递给他，正是他白天扔在影音室外的那一个。范一坤蹙起眉头，我不是都扔掉了吗？你还拿来给我做什么？我也不急着给，坐在他旁边的秋千上，陪他一起晃。这个包装盒上的 logo， 我来别墅的路上看见过，是一家手工制作的银饰店。既然是自己用心制作的，扔了怪可惜的。范一坤苦笑一声，想送的那个人，我已经决定放弃了，留下这个又有什么用？我摇了摇头。感情中最重要的不是那个人，而是自己付出的这一份心意。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谁非谁不可，只是跟自己的执念较劲而已。你喜欢上的那个人，或许本来毫无光彩，只是因为你的这份喜欢发光罢了。范一坤转头看向我，方才还充满疲惫的眼神中，隐隐有了光亮闪动。我看着他，柔声劝慰道：即使放弃了那个人，但曾经为他付出的真心，也是值得珍惜的。这不是为了别人，只是为了对自己的付出有所交代。毕竟，在我们这个圈子里，真心实意的付出实在不算多。这些话都是教方司的前辈姐姐们耳提面命教给我们的。他人给的爱情不过是虚幻的光影，不值得珍惜。真正值得珍惜的，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那一份真心，那是被摧毁以后再也难以重塑的东西。范一坤的神色软了下来，眉心也舒展开。我再次将手里的小盒子递向他，这一次他接了。兰兰，你说的对，我很好，我的心意也值得被珍惜。毕竟除了他，还是有很多人喜欢我的。我笑着打趣他，对吗？你可是顶流呢。放在古代，你这都算是男花魁了，应该享受万人簇拥才对。范一坤也终于笑起来，两眼里亮晶晶的，专注地凝视着我。弹幕陡然疯涨，我靠，怎么回事？这一对也好好磕，姐弟恋赛高。要是我难过时，有这么个漂亮姐姐安慰我，想不心动都难啊。恭喜一坤脱离苦海，投入兰兰姐的怀抱。季兰小姐姐可以出书吗？如何吸引英俊少男那种，我第一个买。这些我和范一坤都没有注意到。我们笑着聊着，一直到深夜。秋千摇晃，晚风微拂，一切都是正好的模样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浅浅睡了个懒觉，刚下楼就被三双热切的目光包裹。兰兰，我给你做了早餐。李显、方以琛和范一坤三人列成一排，不约而同喊出这句话。餐桌上摆着3份精致的早餐，中式、西式、营养式，一应俱全。弹幕的观众对于这种场面最是喜闻乐见，修罗场。我爱三人大战的修罗场。季兰小姐姐会选择谁的早餐呢？好好奇，我心里一点也不尴尬，但还要做出为难的样子。斟酌一番后，将3份早餐放在同一个座位前，坐下，雨露均沾，每一份都吃，但又不吃完。兰兰，好吃吗？我每吃到一份，对应的大厨就会问我这句话。我统一回答，好吃，真好吃。再配上欣喜动容的眼神，更让他们感到心满意足。如此正向又及时的反馈，带给了他们更进一步的动力。李显坐在我左边的餐椅，率先开口：兰兰，等这档恋综结束，我就要开始新专辑的制作了。我想邀请你一起参与，以你的声音为主调，共同创作歌曲，玩一些新鲜的音乐。方以琛坐在我右边的餐椅，不甘落后。兰兰，我手头有一部新戏，已经定了我是男主，正在挑选女主角。我觉得那个角色特别适合你，等节目结束，我们一起去见见导演怎么样？范一坤没挤上我的左右，便站在餐桌对面，半个身子前倾，向我发出邀请。兰兰，我的全国巡回演唱会就要开始了，你可以作为我的特邀嘉宾出席吗？三双期待的眼睛看着我。不料还没等到我的回话呢，身后又杀出了沈淡怡。淡怡从后面倚上我的肩，发丝的清香萦绕我的鼻尖。她温柔笑道：兰兰，我这儿有个代言资源，这家高奢品牌想找一对双生姐妹花代言，要求一个清冷，一个明艳。他们已经定了我，让我推荐另一位人选，你愿意成为双生花的另一位吗？我听明白了，这4位是准备带着我搞事业呢。那我当然不能拒绝了。我含蓄的尽数笑纳，若是有幸能参与，我当然愿意。只怕我能力有限，会连累你们4人。纷纷表示不连累，你能来就好。旁边的吕桂桂看到这一幕，脸都黑了。毕竟沈淡怡走的是清冷女神路线，就算在节目上没有配对，照样可以树立女神独美的人设，压根不影响形象。但吕桂桂不一样，她走的是青春活泼招人喜欢的邻家女孩路线，如果在恋综中颗粒无收，必定会成为被嘲讽的对象。于是吕桂桂硬着头皮加入我们，兰兰真是受欢迎呀，不像我，也没人带我玩。此话一出，场面瞬间变得尴尬，连弹幕都跟着尴尬了。吕桂桂要脸吗？居然凑上去要资源，还说话阴阳怪气，当别人听不出来吗？
我的脚趾尴尬地抠出一栋别墅，彻底对吕桂桂粉转黑。还是兰兰小姐姐最香，兰兰百搭，磕 CP 磕得我头晕眼花。吕桂桂看到飞速刷新的弹幕，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最后再也说不出话，气得甩手走人。我们又恢复了欢声笑语。果不其然，在这天晚上的户头信件中，我收到了3封信，歌王、影帝、顶流小鲜肉全部收入囊中，而我本着雨露均沾的原则，投给了小鲜肉。歌王和影帝有过的信，他也要有，3碗水都得端平才行。原本到这里，我此行的目标已经基本达成，但没想到，就在恋综的最后2天，一个巨大的意外发生了。最后2天，节目组安排了外景拍摄，地点选在本市的一个滨海小镇，在别墅里录了5天节目，能出来放风，大家都很开心。除了吕桂桂，她独自落寂的走在最后，我几次想要换她一起，都被身边簇拥的3座大山挡住了。兰兰，你喜欢这个吗？我给你买。我只瞟了橱窗一眼，歌王、影帝和小鲜肉就开始争着结账。现代有许多我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，一路上我目不暇接，手里的东西也越来越多。他们又给我买了个拉杆箱，方便装上所有东西。4个小轮子滚得丝滑，一点不费劲。然而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，那尖叫声很熟悉。回头一看，吕桂桂被一个中年男人拿刀挟持，锋利的刀尖抵着她的喉咙。那男人头发蓬乱，满眼癫狂，对着吕桂桂大喊：“我为了你倾家荡产，抛妻弃子，你为什么还要离开我？为什么？”而吕桂桂满脸泪痕，哭着大喊：“你认错人了，我不认识你呀！”周围的人本就不多，眼下更是被那男人吓得远远跑开。小鲜肉犹豫着问：“这是节目组安排的吗？”很快，节目组负责人的声音从耳麦中传出：“不是我们安排的。”不知道是从哪里突然冲出的疯男人，我们正在联系救援，所有人的心跟着提紧。不过片刻，节目组又从耳麦传来消息，确定了，是附近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人。那个男人为了一个美女跟老婆离了婚，结果美女骗走他所有钱以后消失了，男人因此大受刺激，疯了。很显然，那个男人神志不清，把吴桂桂认成了抛弃他的女人。这个故事我听着十分耳熟，过去在教坊司也时不时会出现这样的男人，为了寻欢作乐，弄得家财散尽，妻离子散，最终走向极端，闹着要和我同归于尽。这样的男人我处理过几个，要除掉后患，就得配合教坊司的妈妈演一出戏。可这是现代，对方还是个疯子，过去的法子能奏效吗？我手心层层冒出冷汗，最终还是心一横，对着耳麦问：“这个男人叫什么名字？”都叫他段疯子，名字还没打听到。我冷静道：“备一艘船，让官府的人在船上候着。”对面一懵：“官府？你说警察吗？”“不是。”“季兰，你要做什么？”我没时间细说，又对歌王、影帝、小鲜肉嘱咐道：“一会儿你们就是我的哥哥弟弟，等我到了码头边，该演戏的时候就上。”随后不等他们反应，便跑到段疯子面前：“别过来！”段疯子瞪着发红的眼，刀尖逼得更近。今天无论谁来，我都要和他同归于尽。他喘息着看向怀中的吴桂桂，露出狰狞而痴迷的神色：“秀秀，你活着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，死了总能安分吧？”我先抹了你的脖子，我随后就到。吴桂桂浑身发抖，惊恐地瞪大眼：“救我！救我呀！”我脚步未停，只是眼中逼出盈盈泪光，哽咽道：“段哥哥，你怎么抱着别的女人？我才是你的秀秀啊！你不认识我了吗？”我在赌，段疯子竟然会把吴桂桂认作他的秀秀，就说明他的神经已经错乱，压根分辨不出真正的秀秀。果然，段疯子手一顿，抬起头来看我：“段哥哥，我找你找得好苦啊！你去了哪里？怎么瘦了这么多？”我一脸心疼地把面前的人看了又看，满目都是溢出来的柔情。段疯子眼中浮起茫然，看了看吴桂桂，又看了看我：“你才是秀秀，不是我，还是谁呢？”我步步逼近，不忘安抚对方的情绪：“段哥哥，我知道你恼我，但我之前离开实在是迫不得已呀。我的哥哥弟弟把我抓回了家，要把我嫁给老头子换钱，好给他们自己娶媳妇。之前我姐姐就被他们卖给了一个有钱的残疾人，下一个就轮到我了。我被他们关在家里，带上镣铐，拼了命才逃出来。本想找你寻个依靠，哪知你竟然有了别的女人。”我一脸渲然欲泣，直哭的段疯子的眼神软了下来，却依然没有松开吴桂桂：“秀秀，别哭，我爱你啊，我只爱你。既然爱我，为什么还抱着别人？你骗我！”我看火候差不多了，虚虚一歪身子，流着泪就要往他身上倒。段疯子见我投怀送抱，这才把吴桂桂往外一推，转而将我搂紧在怀里。虽然搂着，但那把刀依然没松，反而抵在了我的颈上。“秀秀，我现在钱也没了，养不起你了。既然你的哥哥弟弟也容不得我们在一起，不如我们就一块赴死。生不能在一起，死在一块也值了。”到这时候，他竟还想着同归于尽。我稳了稳心神，瞟见吴桂桂已经被一旁的工作人员安全接走，才擦了擦她额上的汗，柔声道：“你要是死，我自当与你一同赴死。”
可我的傻哥哥呀，你有如此的才华，怎么这点坎儿就让你动了这样没出息的念头？我带着一身家当出来，铁了心想跟你好好过一辈子，你倒好，竟想死了一了百了。哎，真是辜负了我对你这一片赤诚的心意呀！段疯子的眼睛陡然增大，惊讶道：家当？你还带了钱出来的？那是自然，我指了指方才歌王、影帝、小鲜肉给我买的拉杆箱。过去做这出戏时，我都会背一个包裹，做出一副要与对方私奔的架势。眼下没有包裹，便用这个拉杆箱代替吧。我信口胡诌，这里面装的钱财足够咱们生活一阵子了。往后我们夫妇齐心，还愁日子过不好吗？我们就去一个远远的地方，让我的哥哥弟弟再也找不到。未来富也好，穷也罢，总之我已经认定了你，要同你做一生一世一双人。秀秀，你真的这么想？段疯子呆望着我半晌，见我含泪点头，紧紧将我拥入怀中，我就知道你是真心爱我的，我为你抛妻弃子也不算白费。他激动得说不出话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耳麦中传来节目组的提醒：季兰，按你说的，警察已经在海岸边的轮船上准备好了，就在离你们最近的3号码头。我点了点头，见段疯子还囫囵不出完整的句子，将手指竖在他的唇间。段哥哥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你的心意我自然知道，但我那哥哥弟弟发现我不见了，肯定在到处找我。现在最要紧的是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，远走高飞。我查过了，3号码头很快就有一班轮船开往其他城市，我们快走吧，免得我那没良心的哥哥弟弟把我抓回去了。好，段疯子被我牵动了情绪，拖着行李箱随我一同前往3号码头。但即便到了这个份上，他手中的刀还是死死抓着。节目组和警察压根不敢轻举妄动，害怕他一个冲动就把我给捅了。不过5-6分钟，我们就赶到了3号码头。你们2个给我站住！背后突然传来一声呵斥，一听就知道方以琛的声音。我松了口气，看来他们听我和段疯子说了那么久，也明白过来了。段疯子浑身打了个激灵，警惕地回过头，看见方以琛、李显和范一坤气势汹汹地朝这边走来，后面还跟着一群节目组的男工作人员，手里拿着刀斧棍棒。为了符合人设，他们还故意往脸上抹了深色粉底，营造出一种风吹日晒的豪横架势。方以琛发挥影帝本色，浑厚的嗓音怒斥道：小妹，你偷了家里那么多东西，不要命的逃出来，就是为了跟这个男人私奔吗？他已经山穷水尽，能带给你什么？赶紧跟我们回去。范一坤也配合着演绎弟弟的角色。姐，你就听哥的话吧，我们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婚事，那老头有钱有权，你嫁过去保管享福。我还等着你的彩礼钱娶媳妇呢。李显在里面年龄最大，拿斧头往肩上一扛，威胁道：你如果还要执迷不悟，就不要怪哥哥们不客气了。说着，一群人气势汹汹地向前涌，惊得段疯子连连后退。恍惚间，我似乎回到了在教坊司做戏的日子，只不过那时是教坊司的妈妈带着一群小厮来配合演戏，而现在换成了他们。我顺势就照着过去的套路演了下去。糟糕，被我的哥哥弟弟们发现了，这下完了。我3个哥哥弟弟都是在道上混的，我大哥做个人器官的生意，我二哥是专门暴力收租的，我弟弟以前杀人坐过牢。这可怎么办啊？段疯子看起来萌萌的，压根不知道怎么处理。我有想过趁这时逃跑，但他一直紧紧攥住那把刀，让我不敢轻举妄动。就在这时，船上便装的警察装作船员，催促道：马上就要开船了，你们走不走？我立马将行李箱往段疯子手上一递，眼泪汪汪地看过去，情急而意切：段哥哥，你听我说，我没事的。哥哥弟弟抓到我，无非是打几顿，再加我换钱。可你要是落到他们手里，心肝脾肾怕是都得被割走。眼下只有我去替你拦着他们，你上船吧，赶紧上船。只要你好好的，也不辜负我对你的一片深情。段疯子被我说的动了真情，握着我的手不肯放。秀秀，你爱过不悔。我说着，把段疯子往船上使劲一推，他刚踉跄2下，船便离岸，迅速开了出去，总算和我隔开了距离。我浑身一松，看见便衣警察们从船舱里涌出来，将段疯子死死扣押。段疯子遥遥地看着我，眼中杂糅着不解与惊讶，继而转为滔天的愤怒。但那些都与我没有关系了。我转过身，不再看他。至此，这场惊险的闹剧才终于结束，而整个过程也被观众们尽收眼底。好吓人，差一点就出事了，幸好有季兰挺身而出。这就是真正的话术高手吗？这精神病的 CPU 都给绕懵了吧？虽然很佩服季兰小姐姐的勇气，但我更想说，姐姐，请教我本领。还有歌王影帝小鲜肉，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做的这一场戏，大家都太棒了。向季兰小姐姐说声对不起，以前是我说话太大声了。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季兰的脑残粉。我也是。而此时，弹幕之外，吕桂桂红着眼旁观了全程，见我终于脱险，哭喊着扑进我怀里：兰兰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身体还在打颤。也只是个柔弱的小姑娘啊。
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也明白他之前那么做的原因。在教坊司，我见过太多这样耍小心眼的小姑娘，但那点雕虫小技，看破即可，无需费心计较。因为强者是无需通过践踏别人来满足自己的。于是我只是低头俯视着他，轻柔地拍拍他的后背，没事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吴桂桂哭得更大声了，感动涕零。闹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的经纪人急得跳脚，不等节目录完，非要带我去医院做全身检查。等大大小小的检查做完，录节目的时间也结束了。但节目组的负责人将最后的结果转达给了我。他说最后一次投信，其余5个人不约而同都把手中的信都投给了我。这是在恋综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。他把信也带来了，我一一拆开。李显，很庆幸参加节目的第一天就认定了你。到最后我想说，我的眼光真好，遇见你是我参加这个节目最幸运的事。方以琛，最初喜欢你的确是贪恋你沏的茶，但后来越来越被你的人格魅力吸引，期待有一天你可以成为我的女主角。范一坤，我会一直记得你那晚对我说的话。感情中最重要的不是那个人，而是自己付出的心意。但你例外，你始终最重要。沈淡怡，兰兰，你值得一切最好的褒奖。我等着和你一起代言双生花、长剧、吕桂桂，输给你，我心服口服。但这大概也不能算输，因为就算明知道结果这样，我还是希望有机会能认识你。兰兰，请允许我成为你的朋友吧。我紧紧地握着这5封信，鼻子酸酸的，想哭又想笑。穿越到这个世界之前，从未想到我会在这里收获这样5份认可，而且我清楚地知道，今后我还将会收获更多。兰兰，你火了，爆火了！经纪人激动地冲进房间，嗓子都快嚎哑了。国际大导张安哥看过你的节目片段，邀请你出演他新电影的女主角，演一个唐代花魁的角色。他说他找了很久很久，你是他见过的最能够担当起花魁这个称号的女演员，有才有貌，世故又兼有傲骨，八面玲珑却不显风尘。听听这个评价多高！这可是张安哥呀，多少女演员一辈子梦寐以求的资源。我不由得笑了笑，这位导演很有眼力呀。看来歌王、影帝、小鲜肉和沈淡怡的邀约都得往后推了。这个角色的确很适合我。我笑着起身，迎着灿烂的晚霞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从礼部尚书家嫡女到教坊司的花魁，从现代的黑料小花到娱乐圈的新宠，每一步都走得那么不容易，但又那么精彩。我早就说过，无论身在何处，我都能闯出一片自己的天。如今的成绩只不过是一个开始，未来还有更灿烂的光芒等待我绽放。毕竟我可是花魁呢。